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过去这1个多月，如果你身处中国大陆，大概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刻：某天早上打开 VPN， 发现连不上，换节点、换协议、换软件，全都没用。从今年4月起，中国当局对 VPN 产业的监管明显升级。4月28日，拥有1000万级用户的快联 VPN 正式宣布终止中国大陆地区的业务。快联 VPN稳定运行超过2000天，曾号称是永远能连得上的 VPN。对数千万甚至上亿习惯了翻墙的中国用户来说，这堵墙在短短几周里变得前所未有的难以翻越。那么在中国，翻墙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生意？这个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是如何运转的？又是如何在公安一轮轮的打击中存活下来的？翻墙会变得越来越难了吗？今天我们的嘉宾甘文威在这一行做了超过10年。他1994年出生，小学4年级辍学，从在网吧打游戏起步。2014年进入 VPN 产业。2024年，他成了公安远洋捕捞的对象，先后被2地公安跨省抓捕。在获得取保候审后，他偷渡出境，最后和家人辗转来到了荷兰。甘先生你好。你好。你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是一个网瘾少年，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上网，很喜欢玩游戏，然后呢就很早就辍学。这个跟我父母没关系，完全就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是个很叛逆的小孩，然后我就在网吧里打工，然后慢慢的就是进入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业，然后呢就是莫名其妙的也就进入了这个翻墙软件这个行业，然后直到我们就是这个事情的所谓的案发，然后我就潜逃出境，就是跑到了荷兰，目前在申请庇护当中。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你才93年，你才33，哦，94年你才32岁是吧？对，还没有满32岁，才31岁。我也去翻了，我翻了你的那个博客，每一篇从开头都翻到最后，我发现你特别的成熟，你在20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挺老的了。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没有什么传奇的，我只是说，碰到了几个，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也不说他们开明，他们就发现他们无法掌控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跟中国的家长的，是一样的，他们也曾经把我送到了所谓的就是那种封闭式的学校，包括很多所谓的戒网瘾的那种所谓的特殊的那种学校吧，但是对我来说都是免疫的。我就慢慢的就是他们发现管不了我，但是我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就是喜欢上网而已。然后他们慢慢就喜欢打游戏是吧？对对对，就随波逐流了，就是。我看你的那个博客，实际上你以前也打过工，对不对？你也尝试做过别的事情，在你做这个翻墙软件行业之前，是吗？你去过福建？我在福建不是打工，是自己做游戏的工作室。哦。对，那个时候很小，应该也才14、15岁吧。然后我在那边做了一个游戏工作室，游戏工作室的内容呢就是帮别人这些玩家呀，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啊，比如装备啊，或者游戏里的虚拟的就是货币啊、金币啊，甚至代练这些产业。哦，你那会儿就14、15岁，你就可以就是自己出来挣钱了。对对对，我应该出来挣钱很早，但是我正式的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13岁半。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是看我非常喜欢上网，然后我跟他说网吧的老板在招工，但是我年纪很小，网吧老板说如果说我想到网吧里来做网管的话，我必须把我的父亲就是带过来让他同意。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还没满14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把我带到网吧，就说我的孩子喜欢上网，我也没办法怎么管理他，然后呢他愿意在你这儿干，你就在这儿干吧。那你现在做什么呢？刚开始进去其实什么都不懂的，就是打杂呀，包括跟着一些师傅啊，有的电脑上有点小故障啊，慢慢的维修啊，这些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翻墙软件这个行业呢？比如说你都做过什么样的软件？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过要做翻墙软件，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在玩一款外服的网络游戏，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一些游戏，然后国外同样也有一款游戏，但是这款游戏呢可能就相当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福利就会比较好，你买装备也会更便宜一点。那个时候我是一开始是先去购买别人家的产品使用，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应该也可以做这种东西，我就开始就是研究这方面的方向。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的方向其实跟翻墙软件是类似的，之后呢我就开始就是尝试能不能自己也做翻墙软件。
一开始的话呢，我就是租了一个很简单，我当时我记得是租了一个台湾的，比如啊那个台湾叫 HiNet，就是中华电信的一台服务器，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个月300块钱人民币吧。这个服务器我租下来之后我也没有收费，我就是免费的公开的给别人使用。到后来我就发现我个人能力有限，我也没多少钱，然后如果要供大量的人使用，我必须来收费，这样的话我才能维持住，第一个是自己的开销，第二个就是我付出的精力成本。你说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一下开始就是提供服务，开始也那个收费，大概是多少钱？你大概的收入能有多少？哦，我记得就是一开始可能每天也就是可能100-200块钱人民币，到后面的话高峰期的话可能一天有1万块钱人民币，就是这样。那挺不对。错的呀，你才20岁左右，是不是也挣不少钱了？对，确实是的，我就是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就是赚到每天1万块钱人民币的时候，我可以高兴到，也就是一天就睡不着觉。但是后面慢慢的，因为我的事业确实，我的技术也在提升，我的事业就是能力也在提升，慢慢的我就也就是趋于平静的吧。从这个网游加速器到这个翻墙软件，你后来就是这两个是一起做的吗？还是怎么样呢？对，我一直是大概把这两个产品我经营到了应该是2022年还是2023年，因为这两个期间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国好像出来一个什么法律，他说你必须就是公司，你以后注册公司，你包括你经营公司，你必须要实缴。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风头不太对了，我说这个营商环境太差了，我说我以后就不要用公司的名义去经营了吧。就是那一年，我把我名下的2家公司都给注销掉了。它规定就是说，你想做这个生意也好，或者你想注册一个公司也好，比如说注册资本150万，这150万你必须就是存在公司里，或者你注册资本1000万，你必须要存在这个账户里。如果我们抽查发现这个东西这个钱它不在这个账户里，那你就有麻烦了。你就觉得这个不行了，是吧？对，那个时候我就相当于我把我的主要的对面向客户的这种业务就全部停掉了。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向普通人是吧？我对们叫 to C 的业务。对。后来就是因为我在行业很多年，然后我的技术包括我的资源也有所沉淀嘛，我就开始服务，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些所谓的 VPN 商家，我给他们提供服务器，包括技术支持，包括开发了一些东西给他们使用。对，就是从 to C 到 to B 是吧？对。对，你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一些麻烦是吗？是这意思吗？不是避免一些麻烦，是避免很多麻烦。像以前我面对客户的时候，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大家如果是干这个行业，可能就知道，就各种很奇葩的客户。你还开发了一个什么黑名单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这黑名单我来说一下，就是相当于就是中国这几年啊，它网警来侦破，包括购买你的 VPN 产品，它用这种手段来怎么说吧？像以前都是防火墙识别嘛，后来他用这种手段来钓鱼也好，他想远洋捕捞你也好，他就用这种手段来去获取你的信息。我呢就是联合了我这些朋友，我们小群里大概有30个，就相当于 VPN 的商家，他们就像我统一的共享数据，就是我今天有多少订单，我是谁来购买了我这个订单，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这个电脑的型号是多少，他的支付宝账户和微信账户是多少。然后我这个黑名单有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就是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同时买了2家、3家甚至4家、5家，这100%他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多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间谍一样的，就是一个内鬼一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给他进行拉黑掉。拉黑掉之后呢，他不管是因为拉黑有很几种手段嘛，第一就是拉黑你的支付宝，拉黑你的微信，你的 IP 地址，甚至你的设备硬件码，这几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匹配到了，就是可以就是说你换几个支付宝账户也好，换微信也好，没有用，就是彻底拉黑。对，就相当于以前的 Uber 就是他当时在美国他也是碰到过这种问题，一些执法人员打车，然后抓那个司机抓现行，然后 Uber 公司就相当于把他就是把这个执法人员的账户给他拉黑，是一个意思，包括手机啊、姓名啊等等。做这个 to B 这个业务是比较稳定，你能说一下，就说比如说你当时做 to C 的时候，大概你的规模做到多大？比如说你一个月可能有多少订单，可能有多少订户，你挣的钱多不多？赚的最多的一年大概有多少？我没有很仔细的去记录过，但是我有个大概的数据，就是我一年流水可能在300万到500万人民币之间。每个月的话，可能就是合着单价，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单价不高，我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人民币，一个月是吧？
对，嗯最贵的套餐是15块钱人民币。这划着就是经过一些数学计算，你就大概知道我的这个用户数量。对，那有几十万是吧？以每个月没有几十万，可能就是几万之间。几对，万几万之间。3到5万之间。对，那你这个规模大概在行业里面算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我打个比方啊，就是出卖我的这个人叫，他是我一个就是认识了10年左右的一个就是一个同行的从业者嘛。我知道他的数据，因为我有他的网站后台数据嘛，因为我们很熟嘛，他们也知道没事我就是帮他维护一下或者做一下事情啊。他每个月的流水是300万人民币，他的用户数量大概是10万到15万之间，他还算是比较小的，他一年大概是3000万的流水人民币，他还算比较小的。那我的话，他算是中型，然后我的话可能就算中小型，我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你说你们有30-40个人的群是在那个 Telegram 电报上面是吧？然后这些人都是在国内的人是吗？不一定在国内，当初很多人在国内，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有一些人去到了日本，大部分人都在日本，还有一些在英国啊，甚至在西班牙呀这些地方都有，都分散的都有。我觉得可能到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第一，就是说，在这个中国，你在国内怎么来做这个翻墙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因为翻墙在很长时间，好像已经很长时间，差不多有10年，在中国是被定性为这种非法的一种生意，对吧？连这个翻墙的这种行为，用户都是有被那个抓了进去的。就第一，你怎么可以在中国做翻墙？第二，就是说在翻墙，你还可以从支付宝、从微信这些地方来收钱。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其实大家对这个墙啊，就是可能有些就是我觉得你把它想得太过神秘了。其实墙很简单，它一开始就是通过所谓的机器算法，包括它的识别设备来识别你的流量。比如说你说正常人他访问 YouTube 他给你阻断的，我们做翻墙软件的就很简单，把你的数据给你加密。当年翻墙非常简单，只要作为一个简单的加密，你就能把你的数据就是发送到境外去。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行业其实也有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内卷，然后我们就会想办法提升我们的用户质量，包括我们那个软件的访问速度。慢慢的就开始有所谓的这种就是这种专线中转，包括 BGP 中转。再后来就是今年就是打击的这波嘛，就是打击这种翻墙软件，其实它是在打击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我们为了有好的用户体验，然后呢来租用中国境内的机房中国境内的就是流量服务，然后把数据转化出去。实际上目前为止这个防火墙在大部分的地方，你随便买一台就是境外的这种就是相当于境外的服务器，然后你普通的个人就能搭建出翻墙的服务，只是说它可能体验没有那么友好然后呢，对于这个支付宝、微信其实很简单，这也是一个就怎么说吧，在一个中国就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法治的情况下，特殊的体制情况下，很多人都会从事这项服务。比如说我们这个群里当时是找了一个武汉的一个公司，为我们这大概群里大概30家这个所谓的 VPN 厂商来提供支付宝和微信的收款服务。他通过收到支付宝和微信之后，他大概提大概10%的手续费，然后他把这个人民币去买成加密货币，加密货币一般来说是 USDT， 就是这种数字美元稳定币，然后他再结算给我们，就是这样。这很简单的。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asavai，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asavai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asavai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asavai 下载。感谢 Masavai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
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你这个国内，你们是在国内买这种服务器，然后国内的这种专线就是国内的专线服务器，那就是从中国的这些国有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运营商都是国有的，他们是无所谓你们买了这些是做什么的吗？从来不问问题吗？他们都知道我在武汉移动，中国我买了移动武汉公司是吧？对，我从他们手上购买的服务器，他们经常会收到所谓的通报。那什么叫通报呢？就是可能有那种政府部门的人，包括网警啊，甚至网信办的人，他们在网上搜集这些 VPN 的产品信息，他们会把那个通报信息发给中国移动公司，比如说网络地址，就是你的网址、域名，然后你这个网站名称，甚至你这个套餐的价格，包括你的套餐的连接的端口，包括你这个网站的名字，他全部发送给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告诉你，他就会给我发个消息说，哎，你这个网站最近有通报了，你要赶紧，我就给你换个 IP。你大概就一个 IP 大概100块钱，给你换了就没事了。以前就是只要是加了钱，他就无所谓，他不管。哦，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就而且用这个是一个机会再挣一点点钱，就这样子。对。因为专线服务它是可以是很贵的，就比如说我以前在国内，在北京，我是一个在外企，我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是吧？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我们都是有专线的。这个专线就是比较贵的，但是你们肯定不会租用那么贵的专线，对不对？就是你们和这个运营商也是有这种生意的一种的。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服务的时候，包括我做网游加速器的时候，我都是没用使用专线的。当年的中国的互联网环境还可以，包括他们的出入境流量和带宽都还可以，不需要一定需要专线。我只需要可能稍微优化一下我的软件的一些参数就可以了，包括我的传递的一些参数。后来慢慢的就是中国的网络，就是可能中国的经济也在发展，然后他们大众的对这种就是出口的流量需求也很高，就造成了所谓的拥堵。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购买专线，因为当年就是我们所知道中国的一些云厂商，包括阿里云呐、腾讯云呐。我说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如果是干这一行，他可能知道，当年的阿里云，它有一个经典网，它这所谓的经典网其实就是给我们相当于一个，就是故意它留了一个漏洞，就给你用。这个经典网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先开一个广东的服务器阿里云的，然后我再开一个香港阿里云服务器，这两个服务器之间呢，它是可以互通的，就相当于这个服务器它没有墙，它没有就是不经过所谓的那个长城防火墙的审查，我就相当于能免费的使用阿里云的一个专线。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在去使用，可能阿里云觉得也有点危险了，它就暂停掉了所谓的这种免费的这种通道。再后来我们就去采购所谓的腾讯啊、阿里他们的官方服务，当时的官方服务也很贵了，大概接近200块钱、300块钱人民币一兆。后来我们发现好像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直接去找所谓的最顶层的那种所谓的供应商去采购。到慢慢的，我们可能从200块钱、300块钱用到100甚至用到50，最后我们发现这个行业还有更多更离谱的内幕，就是我们可能10块钱或甚至15块钱，我们能采购到所谓的这些专线。你说最顶层的，那就是什么这些的大的运营商是吗？电信运营商。我做一下就是简单的比喻啊，就是据我所知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深圳跟香港就是其实很近，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他在深圳，他比如说像中国移动，他来租借带宽，1个 G 的话可能是我记得1个 G 的带宽是一个 G 相当于1024兆嘛，1024兆可能在中国移动租的话可能是5000块钱人民币左右。然后他在香港对面的香港，比如说他很近的地方，香港对面他租一个房间也好，或者自己私自搭一个机房也好，他通过所谓的那种打洞的方式，就是实体的，他拉一根光纤过去组一个内网，这也绕过了防火墙。所以这种然后他卖给我呢，他可能成本可能就是5500块钱甚至6000块钱，他卖给我就比如说卖给15000，他还能挣1万块钱。那实际上就说虽然就是中国政府、中央政府还有这种宣传机构啊这样子的网管，他们是想把这个墙做得非常的实，但实际上呢，就是各方的利益，从运营商啊，从这种的云服务商啊这些的，他们有利益在里面，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洞还是挺多的，是这个意思吗？对，其实就是很多人就是理解这个墙，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我出来之后，反正越看越透彻了。这个墙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第一点就是墙首先圈养住了，就是说他们想要的那所谓的中国的牛马，就把你的脑子让你不要那么清醒。然后呢，
你如果真的实在困不住你，没关系，我们还有运营商，我们运营商也可以让你翻墙，你多交点钱，比如说你要做外贸或者怎么样，对吧？哪怕是这一次所谓的运营商对这个翻墙的线路的一些监管，我认为可能并不是就是最上层的那些所谓的只是指导，我反而认为可能是我们这些私下这些很牛的人，他们通过这种走私的方式，把网络都能实现进行来走私的这种情况下，触犯了这些运营商的利益。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正在收紧这个翻墙政策，就我们前面英所说的，其实就是确实是大家反映就是有很多 VPN 都不能用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翻墙政策的收紧，就其中有一些文件就写明说要整治跨境专线，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及严禁翻墙业务。你能说一下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从行业内部来看，这一波的打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吗？我从这么多年观察过来我认为就是这一次肯定是力度是比以前大一点，但是你要说它完全影响到了普通人或者个人来翻墙，我觉得没有，只是说这个防火墙从它的设立到至今，它的目的并不是拦住所有人，很多人他就可能没有想明白，他觉得要把所有人都拦下来，不是的，因为中共它目前还得需要有经济。就是比如说外贸产业，像我所知道，哪怕这一次所谓的打击都已经开始有影响到外贸公司的它的一些所谓的经营成本了，是吧？还有他们的业务的一些体量，你不可能完全就是目前完全一刀切，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说他能尽量的锁住普通人，而普通人以前可能花个10块钱，花个5块钱，他买个 VPN 他用一下，他就比如说我最近有什么就是新闻我热点我在国内搜不到的。我就翻墙，我上 Twitter 或者上 YouTube 我去看看张幼霞是怎么回事。对，对，就是以前比如说那个佩洛西访台包括什么胡锦涛被架走，这几个时间段就是我们的 VPN 厂商的一个业务高峰期，都一般来说就是在这种特殊时间段，我们的业务量会飙升个20%到30%。真的吗？就是和这些政治的新闻是有关系的。对，这是我们有数据的，我们都是有后台有数据的，对吧？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也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发生，就是这几年的 AI 产业的发达，就导致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可能他对政治有那个需求的人，或者他喜欢我看一下就是境外的新闻，了解一下什么外面的一些事情，他才会去翻墙。而现在的 AI 产业的推动，导致了就是普通人他也要去使用一下 AI， 但是使用这些境外的所谓 GPT Gemini 这些国外大厂的这种顶级的 AI， 你都要翻墙。那我再问一下，就说你做这个 VPN 也做了好多年，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报道中国互联网也很多年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中国翻墙的人，我认为刚需的就是很多男的要到国外去看 A 片，是吧？要到墙外去看 A 片，这是一个很大的刚需。再一个就是打游戏的人，再一个呢，就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那种的要上 Instagram，要去看明星的人。Instagram 主要是追星嘛。对，你能说一下吗？就说你看的这些，就是中国的这种刚需是有多刚呢？就说还有就是说，你觉得大概的中国翻墙的人的总数大概有多少？我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行业里面有没有一个共识。对，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就是因为我群里有30个商家，这个30个商家基本上他每个月的订单数据以前都会向我汇，但是我出了事之后，他们就没有向我汇报了以前我们都会有总结。我的推断就是我最差的情况下，中国大概有1000到2000万人翻墙，最好的情况下，中国有6000万到1个亿左右翻墙，中位数大概就是5000万左右。那还挺多的。那你说一下，就是那个刚需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呢？你能稍微总结一下？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翻墙他必须有什么所谓的刚需存在，其实我说实话就是不是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只要翻过一次墙，他以后总会想办法来翻墙。就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有14亿人，可能有1个亿左右他翻过墙，这1个亿人左右，你今天就是你中共可能就是我现在严管VPN，我把你暂时给你掐断掉，这1亿人还会想尽办法来翻墙。
就是这一波打击和以前不同，就是说你前面就提到，就说以前呢就是运营商收到这种的公安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子的通报，就说这个你这个 IP 是就你前面说的，就是是翻墙的是吧？要加100块钱、200块钱给你换。那今年呢，就是是不一样的吗？今年就是彻底所有的运营商只要有通报，他立马把你的服务器给你下架，然后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再来用我的了，以后不要再来用我的了。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就是翻墙就会很难吗？现在就是我在行业之中所有的服务基本上就是放弃了使用中国境内的机房进行中转，除非有极个别的体量非常小或者只做企业客户的，他们没有所谓的通报一般情况下，现在所谓的就是 VPN 厂商，他们都通过就是直连境外。直连境外有个非常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晚上或者高峰期，甚至是有些极端的省市区，它直接封锁掉境外的 IP， 就你用不了。什么叫省市区？就我打个比方吧，就是在湖北省，你可能在武汉市，你用一个美国服务器，你可以直接去进行翻墙，但是你跑到隔壁的一些城市，比如说黄冈啊、鄂州啊这些城市，你就连不上了。这运营商在这些城市封锁比武汉市更严。这其实还是看运营商他是不是卡得很严，是吗？对，因为运营商他第一点就是他怎么说吧，中国的运营商他是想赚钱，他没错，他们现在也有所谓的 KPI 的任务，但是相比于他们想赚钱想完成所谓的 KPI， 他们更在意的就是我会不会被上面批评。对，政治错误是最大的错误，是吗？对，是的。那就说明就是上面现在对打击 VPN 的决心是越来越强了，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说，也可以其实也不对在哪里？你可以去买他们官方的东西，你现在还可以去买。官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下。就是很简单，就是不管是哪个云厂商，包括什么阿里云、腾讯云，他们都有提供所谓的官方的跨境互联网的这些专线，只是很贵。你个人去使用它，其实没有任何人呢会找你。你说我是正儿八经的通过官方渠道去购买的，正儿八经签的合同，你不能说我不能去用吧，是吧？你们联通公司提供的正儿八经的专线服务，是不是？只是那样的话就把大多数人给它阻拦掉了，它只是说只能是辐射到小部分的人群。那个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呢？就比如说可能是1兆带宽的话，就是目前来说最便宜的可能在200块钱人民币左右。就是普通人想正常流畅的看 YouTube 1080p 大概需要10兆，就每个月大概是2到3千人民币。那挺贵的。对，那样的话就直接拦掉了可能99%的人呢，99%的人不可能一个月掏2000块钱去翻墙了。那我们来谈一谈你的案子吧。就是你在2024年8月15日在武汉家中被这个深圳公安逮捕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那天发生了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你头上？可以，就是其实我是很倒霉的。我倒霉在哪里？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深圳公安抓我，他一开始没想过抓我，因为为什么？他没有任何证据。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只是跟他说，我知道这个人在武汉，他叫什么？他在那住在哪里？然后呢，你们可以去抓他。但是深圳当时他没想抓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但是好巧不巧，我的这个 Telegram 名称我 Telegram 名称叫希特勒，然后那个头像顶着习近平的头像，然后当时的深圳公安就想，好小子那你们就给我弄任务了吗？是吧？他们当时就立马就是我知道那天是星期五，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那天那个公安跟我们说的，他说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今天我们买不到车票，我们站票站到武汉来抓你。他们最后找了个什么由头来抓我呢？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深圳的看守所里，我被2个部门审讯？第一个是深圳的，就是所谓的公安部门；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国安部门。就是因为我这个头像，他们用这个头像的名义来抓我。然后呢，因为我在家里抵抗嘛，我大概是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他们下午5点钟，就是就跟我老婆打电话说，把我们家车蹭了，然后呢让我去开门。开门的一瞬间，就是5、6个，好像是最少是有6个人，他同时就把我控制住了，在我家里翻箱倒柜包括他们的取证设备大概折腾到晚上11点才带走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抵抗。最后他们就说没关系，你抵抗就抵抗，我现在也把你的这个电脑打开了，电脑名称叫希特勒，这就够了，我就可以带你走了。他直接说我就可以带你走了。那他们是深圳公安就把你抓到了深圳？没有，一开始还没有把我抓到深圳，一开始还是在我们本地的，就是
是我青山区，就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钢都派出所，就钢铁的钢，都市的都。就武对，钢那在这个地方边。还要对，还要再对我进行一个所谓的就是补充笔录，要证据确凿嘛，不然的话他就不好下那个拘留通知嘛。然后他又给我大概折腾到了凌晨3点钟吧，从11点钟左右把我从家里带走，然后到凌晨3、4点还在给我进行笔录。当时他们没有给我下任何的，我记得从我家里带走的时候，包括让我打开房门，把我按住从我家里带走任何东西，他们全部没有所谓的就是开具任何手续，包括拘留也好什么所谓的配合调查的那种通知，一概都没有。那他们问你什么问题呢？他们就问我你知不知道就是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翻墙就是商户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你还认识谁，你跟谁见过面。我也给他们说，我就给他们瞎说。你怎么瞎说呢？我说我见过好多人。我说我好几个朋友，我前2个月还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呢。其实我都知道他们真实姓名，包括我，因为我是这几年一直在开特斯拉，甚至我的这个录像里都有很多人清晰的人脸，包括车牌号。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还是说他们公安的业务不熟练。我要说他们业务不熟练。那你觉得这个深圳公安抓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后来知道了，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了。后来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呢？很简单，第一，他们也没想过抓我那个朋友，而是那个叫什么夏津公安跟深圳发了一个好像是协查，是山东省夏津县公安局。对，他跟深圳的南山区发了一个协查的一个好像是通知，就是你们这个辖区内的这个他好像是在经营 VPN 业务。然后深圳公安一看，这个人好像不简单呀，他好像还有点钱。因为我这个朋友他很高调，知道吗？他有多高调呢？他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职业，但他开车就是开的保时捷，开的911，然后那个包括房子他都是全款买，2、3千万的房子全款买，就是高调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深圳哎呦这个家伙好像有点钱我们能不能先把他捞了？深圳就先把他抓了。然后从他家里，后来他跟我说他们从家里大概搜了大概220万人民币的现金。后来到武汉来抓我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就是他们也没有明着说只是说你可以戴罪立功你想想你怎么能戴罪立功？我说这样的，我可以凑点钱给你们嘛，我可以凑点钱给你们。我第二天我让就是一个生意合作伙伴的一个朋友，他带了150万人民币的现金带到我家楼底下，这个事情也被我的特斯拉哨兵录下来了，知道吧？也正好录下来了，就是把钱交给了他们。交给公安的这个都是对，交给深圳公安这个都录了下来了。对，录了下，但是没有录到具体的钞票，就是录到了他们就是把车开过去，就是8月16号几辆车把我的朋友堵住了，堵在那里之后把东西带走了。对，然后我也是后来知道的，就是哪怕就是我们扣押的这些所有的经济，就是我的钱也好，我朋友他们的钱也好，甚至被抓的这些同案的很多人，就是这个他不光卖了我一个他卖了好多个呢。抓了之后，他们没有一个人就是那种所谓的这种扣押通知上列出来1毛钱的人民币都没有，全部都没有，这个钱就凭空的就消失了。到目前为止，我也问了很多人，我说你们扣的钱呢？包括从夏津警方，甚至来说是那个就是深圳警方，他们都没有说这个钱到底去哪里了，没有，一直都没有。就比如说从这个家里面拿了200多万，然后你这150万，这些的都没有在他们的这个案子上面，就是案宗上面写了下来，是吗？是这意思？对，目前就是我所掌握的这些资料里，就没有任何人的就是所谓扣押的财物被明明白白的写在纸面上，没有。对，那你也许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这个山东省夏津县的公安局和深圳市公安的这些，为什么他们是就是他们怎么会搞到一起？就是这个案子和夏津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怎么会有这个管辖权呢？夏津县就很简单，他们的手段很粗劣，他们就是找一个所谓的他们特勤，中国的警察叫特勤嘛，特勤其实就是内县县人，这个县人呢是本地人，他们夏津本地人，然后在网上四处搜集所谓的 VPN 产品，然后他花个15块钱、20块钱买了之后，然后他就报警，他说我都好像被骗了，我买了个 VPN， 我想买个其他的东西，我买了个 VPN， 然后夏津警方就以此立案。好，你在我辖区里用这个产品，然后你在辖区里还买了这个产品，那我们就立案，我们要去抓人。他们从2020年就开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用这种手段来抓捕所有的就是他们能掌握到信息的这些 VPN 厂商的从业者。
然后他们当时还做了一个非常蠢的事情，他们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里炫耀这个战绩，就是炫耀就是我大概是抓获了多少多少人，扣押了多少金额，对，我记得没错的好像是5000万人民币左右吧，然后涉及用户50余万人。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远洋捕捞的一个典型的操作，对吧？就对是你对对对因为是你只要在网上有这个交易，然后这个交易的一方是在这个当地的公安局，他就有权来去另一个省、另一个地方去来抓你，因为他可以说你是损害了他当地居民的什么什么权利。对的。实际上就是我当时也有选择，我当时其实我武汉公安局是有朋友的。我为什么能跑出来，也是因为我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当时来抓我的，知道吧？他来抓我，他做配合来抓我。他怎么样呢？他最后就是可能是也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他把我的2个冷钱包给我藏起来了，然后把我的手机里，包括我的那个 MacBook 里面的就是一些重要的数据给我删除了。不然的话，深圳公安多半就把我所有的身家都给我捞走了，因为我们藏钱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就是会把钱就是买成加密货币，放在冷钱包里。然后我这个朋友冒了很大的风险，把我的这个冷钱包给我删掉了，然后把我冷钱包还给我藏起来了，他没有交出去。这我后来就是跑出来，也是用了这笔钱。哦，不然的话，你真的是所有的钱都被他们给拿走了。简单来说就是运气好，简单的就是运气好。但是你还是有一些意识的，就比如说我在看到你应该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你的博客里面有写一篇文章，你说推荐大家把钱存到去中心化金融里面。你就说你举了个例子，就说如果当时河南的老百姓把钱存到这种的你说的什么什么里面去，怎么可能不知去向，又怎么可能追查不回来？区块链是公开透明的，你实际上是有这个意识的。对，我不光是有这个，我也知道自己一定是会被抓，只是说早晚的问题。早晚的问题，应该是在2017年，我那个时候还在用 QQ 嘛，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就是可能是相当于一个说嘛，空间的 QQ 空间的说，我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做这个行业啊，到底是为了民主事业做一份贡献，还是在颠覆国家政权？因为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了，我当时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多半以后就是要被扣上很大的帽子的。我看了一下，你真的其实其实有点就挺反贼的。就比如说你在博客里面，就18年习近平修宪的时候，你说修宪几乎全票通过，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在开倒车？我觉得是。习近平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宪法，我反对。你这个博客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在国内是从事这种的，你自己知道所谓的高危行业，你还要写这样的博客，你不会担心就是因此惹上麻烦吗？我是这样的，第一点就是当时的这个言论环境啊，习近平刚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他还没有现在这样严苛的言论环境，这是我敢写的原因之一。包括就是疫情时期，我不光做这，我疫情时期还开过我的车，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买的我的新车，就是新的特斯拉，然后我就开着我那个特斯拉去把我们小区的大门给撞开，因为我们小区大门当时小区里面有一个病人，他要去看医生，然后那个小区的保安，包括我们那个社区的一些所谓的就是那个叫网格员吧，他拦着他不让出去，我就很愤怒。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是扯了个理由，我说我当时国内不是在谣传嘛，说特斯拉的刹车不好，刹车失灵什么的。我说我也是刹车失灵了，我不是有意撞你们的。你是20年的时候武汉疫情的时候做这个事儿？应该好像是在2022年吧，2022年武汉还在封控呢。还有一个就挺有意思，就说你说这个李佳琦悖论是吧？你说李佳琦是你老婆最喜欢的一个直播带货的人，但是你当时没有明着说，就是你应该是指的他有一次直播带货就出来坦克蛋糕嘛，坦克蛋糕是吧？就坦克人的蛋糕，对。然后呢，你说这个就是作为年入10亿人民币的带货主播，就说他身边肯定有很高学历的人才，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呢，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导致被封杀。然后你写到，就我觉得写的挺有意思，你说文化真的不只等于学历，特别是历史这方面的文化，中国的商人真的需要认真学习，切莫再吃这样的亏。你真的还挺有意思的，你会发这样子的感慨。
你自己是说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些东西吗？你很早就有这种，就说我是一个中国的商人，我应该对这个体制有很清醒的认识吗？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举个例子啊，就我在12岁的时候，我曾经向中国国民党写过一个邮件，我说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我现在觉得很蠢，为什么呢？我现在就看着这个国民党这么不成器，是吧？我现在说出这个事情来，我就觉得很羞耻。但是当年你是给我就已经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对写台湾的中国邮国民党件，对，他还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我们现在只能接受什么所谓的台澎金马地区的人民来正式的入党，但是呢，我们可以接纳你为什么所谓的精神党员嘛。我现在想想就恶心。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我觉得这种反抗意识，可能第一点就是我长期在接触自由的互联网，这是一方面。再第二个就是我没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教育其实现在就是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说的那种李嘉琪的团队里，绝对是不乏高材生的，什么清华北大，但是他们对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真相，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你像你哪怕清华北大出来，你不知道8964，你不就犯了所谓的坦克蛋糕的这个坦克蛋糕这种错误吗？那我们再说一下，就说你既然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是这么危险的，而且你实际上对中国的政治环境也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你为什么还是在国内呢？因为我看你的故事出来以后，有一个人就评论说你这样子的，就是还在国内做这个行业，实在是太蠢了。我就说这种人啊，他们的评论呢，往往就是我见过很多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家伙就是干个臭灰产的，你在国内出了事儿你就跑了是吧？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什么你为了所谓的民主自由，你不就是为了钱吗？首先这种人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走。很简单，我老婆不愿意走。我老婆可以说，我就说我是干翻墙软件的人，但是我老婆她哪怕她需要翻墙，她都不会找我，她宁愿去花钱买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之间就是我跟她很早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过，我们可以移民。我跟她说过，我说我们能不能去找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财富可能没有达到一定要去那种非常好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啊，甚至说是什么新西兰啊、澳洲这样的国家，但是我们可以往日本尝试一下，或者往其他的一些国家尝试一下，对吧？她跟我说了一句，她说我不走，我死也要死在中国，我死也要死在中国。你老婆是一个高中老师是吧？对，她是个高中老师，她是高中的她就是一个数学老师，但是她的思维就是我说的，在中国读书读多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她的思维就是很典型的一些中国的就是学生的思维吧，中国的一些学者他也是这个思维，他就觉得我在中国活得好好的，是吧？我在中国活得好，我每个月呢也工资也花着，是吧？我干嘛要走？他们没有想过，他们的脑子里就没有想过所谓的自由，没有。对，我八卦一下，因为我看了你的播客，你那个你的博客，就是你2014年的时候，你写了一句话，你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我想这样就是爱情吧。这就是我的老婆，我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对那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你能说一下，就说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呢？我是在大概是2024年的11月12月大概13号还是12号左右吧，我收到了那个中国邮政的一封那个挂号信，挂号信里就要求我在好像是16号到山东省夏津县这个公安局接受所谓的补充调查询问。我知道我躲不过去了这次，因为我当时第二次被他们取保的时候，我是在深圳取的保。他们是到深圳被夏津县的公安局取了保，让你回来。他们取保让你回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当时只是把深圳的笔录再重新过了一遍，他们没有就是重新的所谓的给你正儿八经的录笔录。他们也很着急，他们可能出门好几天，他们也想快点回去。他们只带走了，就是我说的我那个朋友那个叫。因为他特别嚣张嘛，他又有钱，他就是夏津县把他带到了夏津，而我就成为所谓的漏网之鱼，包括我们好几个人都漏网了。他们不知道我手上，第一知道我手上有钱，第二知道我能就是说联系上很多这些所谓的就翻墙的这些所谓的商户人群，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我如果去了山东省夏津县啊，我多半扛不住他们的审讯，为什么呢？山东的审讯方式和深圳的审讯方式，或者跟武汉的审讯方式，那完全是两码事儿。你不可能再说所谓的编造一些什么谎言呐，来搪塞他们，
知道吧？他们是不讲武德的，他们就是你可能在深圳，他不可能打你，不可能揍你，但是如果说你到那个山东去，那保不齐你要挨揍或者挨打，是吧？像我所知道的，在那个到了那个所谓的下金县之后，他也是挨了不少揍，我们也托了很多关系，包括我们的朋友之间托了人都去看望过他，那真的是就是打的就是可能就是通过那个体罚来让他缴纳更多的钱，包括他的一些资料这种等等信息，真的是很惨，真的是很惨。所以当时我就毅然决然，我就决定要走。我是因为我是长期在使用境外的这些互联网，我知道 Twitter 上是有这些所谓的偷渡的这个蛇头，然后我当时就在那个，我记得是在 Twitter 上搜那个偷渡，然后出来了一个，好像我当时记得是我搜出了2个人，第一个叫边境杀手，第二个是叫什么，就是取保出境。我先跟那个边境杀手联系，边境杀手跟我说可以，没问题，我们可以包你走，你把你的护照信息发过来。我一想，我把护照信息发过来，你不得给我卖了吗？对吧？我就赶紧联系第二个，我说我能不能先不发护照信息，我先到那个境外去之后，我再给你护照信息。他说没问题，没问题，当然可以。后来我就通过那个第二个人通过他，我就先是包车到广西的南宁，加上我一起3个人轮流开车，我全程不下车也不离开车，包括这一路上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全部就是在车上待着，我没有下过车。包括我到南宁之后，他们接我，我们也没有暴露在所谓的公共摄像头之下，因为我知道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些监控系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所以我就是给他们就是跟他们说，你们就是马不停蹄。他们2个人就开车轮流开，就是已经精疲力尽的程度，就是1天之内把我送到了广西的南宁，然后我就被蛇头的这帮人接到了广西的钦州。钦州那边有个钦州港，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是在钦州港那个附近，然后我就登上了一艘所谓的就是那种走私快艇。我再说一个其中我遇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吧。当时我这个快艇上大概肯定不止我一个，有大概30个人。这30个人里面呢，大概是可以说，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被这所谓的诈骗园区招聘过去的。然后我就还问他们，我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去干诈骗吗？他说我们当然知道，有的人还跟我说，我这不止去过1次，我们当然知道去干诈骗的。我说你们没有自己花钱出来了吗？他们说没有，就我一个花钱自己你花了多少钱？我一开始是他让我先交1半定金，大概是5000美元，这是偷渡的费用，5000美元。然后我到了越南之后，他又跟我要了好像是8000还是8000美元吧。他说这一批的费用就完了。然后第二次就是那个激活护照。所谓的激活护照就是越南不是跟我们中国有一个那个边境冲突嘛？边境冲突就是9段线的冲突。我们中国人其实进入越南是不给你在护照上盖章的，他只会给你发一个所谓的那个令旨签，就相当于一张纸。然后他告诉你，你现在需要前往友谊关，友谊关就是越南跟中国的一个关口嘛。然后到时候有人会把你的签证纸给你了之后，你要跟着里面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这个友谊关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建筑吧。我要先从我们就是那个越南的国门假装的回到中国，但实际上这旁边有个小门，可以直接上到越南友谊关的2楼还是3楼。然后那个人就把我带着绕到了从中国边检过完要到越南边检的这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越南的边检他就是也是他们自己的人，他当时看了一眼我的护照，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签证纸，然后里面我还夹了大概是100人民币，他告诉我你要夹点钱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关的官员。然后他就看了一眼之后，他直接给我盖了章之后，他写了一个好像暗号一样的东西，然后让我就顺利的就是从合法的途径进入了越南。你就有了这个越南正常的入境的章，对，但你没有中国海关的出境的章。对，中国海关是没有我的出入境记录的。然后我就是在越南大概待了，我记得应该是1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我就劝我老婆，我说你们要不要就是也想一想出来？但是我老婆还是很粉，那个时候她就说我还是不想出去，不想。我说这样没有关系，你想不想出来没有关系，你这样你可以出来就是先感受一下，你不行你随时回去呗，你又不是什么通缉犯逃犯之类的，对不对？到时候你把女儿也可以带回去。她后来想了想，好像也可以吧，我老公带我也不错，因为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亏待他，是吧？
我是不是我说一个就是很难听的话，就是在中国就是没有几个男人愿意把孩子跟老婆姓，愿意把所有的房产什么的全部是写在老婆名下。我就是那种人，你就是啊，就是哇，对我的房产，包括我的车，全部都是我老婆名下，包括我的女儿也是跟我老婆姓。所以我老婆觉得我老公好像也不会害我，我要就是出去试一下，然后试了现在我就说你还想回去吗？他说我现在已经出来，我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就是我现在也不想回去了。哦，对，你是在越南待了1个星期，是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在越南就是河内，我就找了一个华人开的一间酒店，我在里面待了1个星期。哦，然后呢，你去了哪里？然后因为我担心我老婆他们被边控嘛，因为毕竟我肯定是被边控的，但是我不确定他们边控没有，我就当时找了一个朋友到香港，带着我老婆孩子的护照到香港，然后让我老婆孩子用那个港澳通行证入境的那个香港。我只要确定我老婆孩子能入境香港，我就代表他们肯定没有被边控。然后我的朋友把护照还给了我的老婆孩子，然后他们直接乘飞机，我记得应该是25号吧，25号，应该是25号他们就坐飞机直达新加坡。然后我也从越南，我先是从河内飞到胡志明，我买了一张前往那个就是新加坡的机票。然后在过海关的时候，我又夹了50万越南盾，那个越南盾我夹了一张50万在护照里，然后我就直接给那个海关官员看一眼，然后看一下我的钱，他就啥也不说，因为我当时我的英文也很差，他跟我说的叽里呱啦一大堆我也没听懂，然后我就跟他说I don't speak English， 然后他就直接让我走了，他说走吧，然后我就直接就是飞到了新加坡。哦，对，然后你们怎么会到了荷兰呢？这也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没有想过来荷兰，当时我是因为我有2个朋友在英国，一个现实上的朋友，也应该是3个朋友，包括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也是在英国，然后我这3个人我都能联系的，他们都在英国，我当时想我肯定去投奔他们呀，然后我就到塞尔维亚之后，我开始联系所谓的一些中介，我看是能不能办签证。你当时我说这个狗中介啊，他就是为了钱，他骗我，他说我没有问题，我随时给你办好，我1个月之内给你办好。然后呢，他就假装就是他能给我办，然后我就把钱都给他了，钱都大概我是给了，我记得没错的话是5万美金，5万美金的费用啊，就是办签证的费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办好了，我给你办好了。他是怎么办好的？他拿了一张三个所谓的就是那种就是剃头护照，所谓的剃头护照。他说你可以拿这种护照直接进英国，然后可以免签。然后他把我带到所谓的贝尔格莱德的那个特斯拉机场，那个机场让我们去上飞机，结果我们上飞机就被拦下来了，后来是这样的，他就开始耍赖了，他说我不是给你搞不定，就是现在时间太短了，我再给你换一种方式。后来我是找了我住的那个民宿的那个老板，应该是在当地的华人还是有一点就是声望的，他就找那个中介跟他谈，他说这是我的个客人，是吧？你不能这样坑他，你让我这以后生意怎么做呢？是吧？然后他就跟那个中介去商量，那个中介就跟我说是这样的，那我就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能你就是比这个事情呢，就是稍微要吃点苦，就是我给你安排一个大货车，你坐这个大货车到了欧盟境内之后，你们到海牙去，到多少号到海牙，你们可以先休整一下，在荷兰玩几天之类的，然后你们到海牙，然后我们就有所谓的那种客轮呐，是把你们安安全全的给你送到那个英国去。实际上他又骗了我，他怎么又骗了我呢？我们确实是安安全全的抵达了荷兰，但是他后来直接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给你安排所谓的游轮呐，甚至是那种比较舒服的客船，我只能给你安排那种橡皮艇。对，我一听这个橡皮艇，我说我一个人坐也就算了，但是我的女儿很小，我女儿那个时候还没到5岁，还没满5岁，我说一个4岁的小孩加一个妇女，我说我们3个人如果在海上万一出点意外，我就拿个网上很流行的表，我说钱没花完人没了，是吧？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直接跟他说，那我就不走了，这个钱我知道你肯定也退不回来了，那我就也不退了，但是我就在荷兰留下来，我就应该是在1月，应该是25号还是26号，就是1月25号还是26号，2025年1月20几号，对，抵达荷兰，但是我在那滞留了5-6天之后，大概是1月30号，我就直接选择在荷兰申请了所谓的庇护，
政治庇护是吧？那你能说一下，对对对。就是你们一家人在荷兰已经1年多了，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你的这个政治庇护的流程走的怎么样了呢？现在的荷兰，因为就是所谓的这个难民危机吧，就是可以说是不是很快。我应该是1月30号，这快1年半了吧？到1年半为止，因为荷兰的目前的流程是要经过2次面谈，我只经历了1次面谈。第2次面谈，我的律师跟我说，他在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跟我说，他说你可能会在2个月左右经历第2次面谈，但实际上这个第2次面谈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没有的。但是我的家庭说实话，在这里待着还是被荷兰政府照顾得非常好的，包括女儿的学习啊，包括他的一些课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辅导的课程啊，包括游泳课啊，包括一些什么体育活动啊，这是我觉得就是荷兰政府是非常人性的，非常人性的。它是一个大包大揽的制度，它对很多人来说大包大揽是非常好的。哦，那你现在是住在什么地方呢？我现在的话就住在一个荷兰政府提供的，就是应该是一个3星级的酒店吧。那自己能做饭吗？这里也是不让做饭的。哦，对，但是一天3顿都有人提供是吗？对，一天3顿，从早中晚3顿都是有提供的。那你能说你现在的就是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做什么呢？其实我在中国的生活也跟这里的生活是差不多的。我就是每天就是有个电脑。我在中国唯一的可能娱乐的方式就是出去，我喜欢就是路亚，就是所谓的钓鱼嘛，就是我会去钓鱼。但是这里我就目前没有这个习惯了，这个目前我也不方便到处跑，我就是每天在写程序。对，然后就是每天接送女儿，因为我老婆也现在是怀了2胎嘛，已经5个月了。我每天就是负责接送我的女儿去上学放学，就是这样。那你老婆现在觉得，对你们出来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想法呢？她也没有什么她一开始就是天天跟我闹，她说一开始还是不适应嘛，她觉得在中国她过得特别舒服。说实话，我老婆在中国是过得真的舒服，就是我也是在中国过得非常舒服的人。我每天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是天天就是在外面玩，包括我老婆也是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买什么，在中国也是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的人。她到荷兰之后，目前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比如说吃的喝的没有中国丰富啊，包括她也没有什么朋友跟她一起玩啊解闷啊，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抵触的。但是目前就是她感受到了，就是说荷兰的包括一些荷兰文化的一些对她的一些冲击，就比如说她以前觉得就是外国人可能会有点欺负她呀，包括什么歧视她呀。他来了这边之后，他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荷兰这边的人民啊，对他的友善程度是远好于这是所谓的这些我们的中国同胞的。我们在中国，哪怕是就是我们的身边的亲戚朋友，包括我们比较是熟悉的人，都没有所谓的这种态度。他现在就是慢慢也开始接受了这边荷兰这边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他觉得。我也喜欢上了这个国家，我也没有说想过一定要是马上就是回中国了或者怎么样了。我想就是很多对于现在就是使用翻墙软件的人，你会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怎么样翻墙比较安全？还有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就说他们买的这种的 VPN 的这个软件可能是国安开的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中国的普通人没有特别需要在意这种事情的。因为就是按翻墙人数来说，如果说把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翻墙的所有的人去抓到所谓的监狱，包括进行所谓的处罚，他们的人力包括物力的成本是远高过于就是来把你们就怎么说吧，他就不值得不划算。他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把这么多的人几千万人都抓起来。对，但是目前唯一的就是可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现在买这种 VPN 的产品，包括翻墙软件，你尽量的不要去买那种大品牌的，而且不要是所谓的包年，就是你一次性把钱给别人了，别人保不齐什么时候他就因为那种不是说他想跑路啊，就是可能那种不可抗力，就像快联一样，快联不是就是他也没说他自己就是一定连不上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是被盯上了，然后他被迫的他中断了服务。你还是算这个 VPN 的从业者，对不对？所以呢，你不会认为就说这个行业就会真的被他禁止了。
目前来看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行业无非就是你以后的限制更加的严厉，然后我们的客户群体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就是所谓的以前可能花10块8块你可以来正常的翻墙，而且还可以达到很好的体验。未来可能要30-50甚至100-200，只是说把某一些就是特定的人群可能要剔除掉了。防火墙的目的就是我一开始重申，就是防火墙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拦掉所有的人，他只是希望拦掉大多数人。那关于翻墙，你还有什么你觉得你想跟大家说的呢？我当然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有能力能接触到自由的互联网，这是对你的心智的启蒙是可能不是说1天2天，甚至不是说1年2年，可能得10年20年，你才能真正的就是能理解这个世界，包括能理解民主，对吧？我希望每个中国人能连接上自由的互联网，但是我知道这个梦想是不太现实的。好，行，好，谢谢，谢谢甘先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